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周二以视频方式出席第2届海洋合作与治理论坛开幕式，并发表致辞。王毅表示，海洋是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平台，我们反对某些国家出于维护海洋霸权的目的，在海上耀武扬威、拉帮结派，不断侵犯其他国家的正当和合法权益。各国应当团结起来，共同高举多边主义旗帜，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海洋秩序。王毅首先在致辞中提到，近年来海上安全问题层出不穷，海洋生态环境日益严峻，海洋全球治理面临各种挑战，需要国际社会团结合作，携手应对。人类不应被海洋分割成不同孤岛和阵营，而应通过海洋更紧密团结起来，共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海洋与大陆是和合共生的关系，而非海权陆权竞争的零和博弈，更不能再把海洋作为在全球推进单边强权的工具。我们反对某些国家出于维护海洋霸权的目的，在海上耀武扬威、拉帮结派，不断侵犯其他国家的正当和合法权益。王毅表示，中方始终坚持尊重各方合理的海洋利益诉求，通过对话弥合分歧，通过谈判化解争端。王毅提到，在南海问题上，中国与东盟国家致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不断取得新进展。我们也注意到其实这个全团权领域可能也引发了关注，特别是围绕这个海洋争端。那么美西方的干预也是加强了，所以在这种场合背景下呢，王毅部长来发表这样的演说呢，意义是很重要的。中国还是强调开放和平，推进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做出这样一番表态呢，我觉得对于国际社会是起到一定的稳定的作用外交部部长助理吴江浩在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了主旨演讲。吴江浩指出，当前海洋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横行，带着冷战幽灵的小圈子轮番登场，严重冲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海洋秩序，海洋资源利用和保护失衡，生态维护和建设任重道远。不久前，个别国家悍然决定向太平洋排放核污水，引起国际社会严正关切。吴江浩还提出，要奉行普惠共存原则，反对搞海洋霸权和分裂对抗，建设一个有利世界各国、服务人类未来的国际海洋新秩序。要完整准确和全面有效地落实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方呼吁美国积极考虑加入公约，以实际行动参与维护国际海洋法治。中方愿同东盟国家加快制定南海行为准则，走出一条兼顾各方关切和利益的区域海洋治理新路。对于南海问题，他则表示，各国要在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框架下推进对话合作，维护全球海洋和平与安全。中方呼吁南海当事国保持克制，不采取可能导致争议扩大化、局势复杂化的行动。中方要求某些域外国家尊重地区各国的愿望和努力，不要侵犯沿岸国主权，损害沿岸国安全，不要刻意挑拨离间，干扰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据新华社消息，来自菲律宾、加拿大、马来西亚、越南、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洋领域专家，以及联合国国际海底管理局、大陆下界限委员会等国际组织的高级官员、代表和科学家参与了此次论坛，并交流经验及提出建议。在论坛交流环节，中国东南亚南海研究中心理事会主席、中国南海研究院创始院长吴世存分析指出，一些国家利用国际海洋法规则作为工具，在地缘政治竞争中谋求霸权和有利地位，使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这些规则从解决争端和分歧变成了冲突的主要导火索。大国之间围绕海洋领域的地缘政治竞争正在以一种新的形式卷土重来。随着美国把大国竞争作为制定对外政策和安全战略的目标导向，从太平洋到印度洋再到北极，美国以及它的盟友和伙伴国都把海洋安全和战略竞争作为遏制中国的一个手段。事实上，虽然美国作为域外国家不断插手南海事务，但在北极问题上却再次展现其驰名双标。早在今年7月，一名美国官员曾无端指责中国，声称中国是北极域外国家，没有权利在北极开展业务。
中国想要成为近北极国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距离北极有900英里。当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回应道：“美国本土距离南海应该有8300多英里，夏威夷距离南海也有5800多英里。那美方为什么还常年派军机、军舰去南海开展频繁密集的军事演习和抵近侦察？”菲律宾前总统阿罗约也在致辞时表示，与其装腔作势、强词夺理，不如采取静默外交，同时推进南海行为准则、海上合资企业等区域信任措施，以及海洋环境保护、人道主义搜救和渔业资源保护方面的区域合作机制。东盟需要团结一致，维护和推进包括南海在内的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安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在论坛上还提出，国际法对解决南海问题至关重要，中方可在主权问题的权利方面进行创新，包括探讨让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对分立，同时不应纠缠法律细节，避免很多政治性问题，同时通过建设开放性经济圈，以经贸为契机，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我们这个总书记呢多次讲，发展是解决亚洲安全问题的总钥匙目前这个亚洲地区国家面临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很多问题是因为发展不足、发展不平衡引发的王毅部长在这次的讲话当中呢，实际上也提到了这个全球发展倡议还是要以共同的发展来解决这个安全的关切以这个发展这个来解决这个因为某些地区不平衡引发的这种安全挑战。那么这个呢，我觉得是中国一种独特的贡献对于这个理解国际安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